Hello， 大家好，我是说装修的小李哥。还记得我刚来到加拿大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所有的工具都要从台湾运过来，还在海上漂，所以朋友介绍我接的第一场工作就是一场室内油漆。因为呢，我在台湾已经做过很多年的装修工作，所以我就很有自信的在 Home Depot 买了油漆和工具。根据我在台湾的施工经验，我把水性的室内漆先加上了 10% 的水稀释了，才开始刷墙。但是当我刷完了大概2/3左右，发现状况实在是不太对，就是油漆表面的质感、均匀度还有盖色的能力都完全的不及格。所以呢，我就去问当地的装修老前辈。问完了之后，才发现自己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这时候呢，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重做咯。因为这个房子当时又要急着上盘销售，时间非常紧迫。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只能晚上加班加点，总算去把进度给赶出来了。加班很累就算了，关键是还非常的凶。这个经验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和教训，就是一些在台湾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经验，其实在加拿大是不适用的。油漆的工作看起来并不危险，技术的含量好像也不高。在所有的装修项目当中，这也是消费者最想要自己 DIY 的工作。但是呢，决定一个装修工程最终成品的好坏，其实就是看油漆。换句话说呢，就是房子装修的好不好看，油漆才是最重要的。今天小李哥就来和大家分享关于加拿大室内油漆的10个常见的错误观念。不管您计划着要自己动手 DIY， 还是准备找个油漆师傅来帮你施工，相信这一集影片的内容都一定能帮到你。喜欢房屋装修相关主题的朋友，请您订阅我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任何的精彩影片更新哦。好，废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吧。常常会有台湾来的朋友问我们买油漆到底是要买水泥漆还是买乳胶漆呢？这个问题其实在加拿大是不会发生的。我们在台湾室内墙壁的油漆通常分为水泥漆和乳胶漆，其中大家最常用的水泥漆也还蛮特别的，它还分为水性和油性的。所谓的油性水泥漆，就是用一些有机溶剂，比如说像是甲苯啊、二甲苯来当做稀释剂。如果单就油漆的性能来说，油性的油漆当然附着力会更好，表面会更坚固，也更耐脏。未来墙壁如果沾到一点脏污的话，还能拿水上去擦。油水是不溶的，所以油性的油漆也不容易被擦下来。但是油性的漆刷完之后，房子里会释放大量的有机溶剂挥发物，那自然对身体是会产生毒性的，容易对大脑和神经产生伤害。反过来说呢，水性的水泥漆就是用水来当作溶剂，施工完了之后呢，不会有太多的有毒气体释放，它是比较安全的。所以呢，在重视安全的加拿大，政府已经帮大家想好了，加拿大已经全面的禁用油性的水泥漆，大家能买到的室内漆，那一定都是水性的。那至于说是水泥漆还是乳胶漆呢？这件事情其实也是个伪命题。在以前呢，水性的水泥漆里面主要的成分就是覆盖剂和颜料。那所谓的乳胶漆，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添加了亚克力树脂作为表面固化剂。所谓的亚克力树脂呢，就是聚氯乙烯啊、聚苯乙烯或是聚醋酸乙烯。我们用大白话来说，这就是塑胶啦。亚克力颜料在干了之后呢，是不溶于水的，又会有一点弹性，它可以让油漆的表面更耐水，持久性也更好。所以呢，现在加拿大所有的室内漆其实都已经加了亚克力树脂，根本就没有水泥漆和乳胶漆的区别。就像是可口可乐是可乐，难道百事可乐不是可乐吗？其实基本的原料配方都是一样的，只是各家厂商在口味上和行销上各显神通。油漆的整体趋势就是走向乳胶漆化，大家都希望东西更无毒，又希望能够耐久不褪色。如果再能够防水，那就更好了。我去。
人都要。大家在加拿大对油漆的选择，其实可以忘掉水泥漆和乳胶漆这2个基本的选择，倒是可以集中在气味、颜色表现和光泽表现这3个方面。这我会在影片后续的几点当中陆续的介绍。一个房间刷完油漆多久才能住人呢？这个观念主要也是来自于我们过往的经验。刚才我们说过，在台湾甚至还有油性的水泥漆，这种油漆刷完之后最好要放一段时间，让油漆里面的有机溶剂充分的挥发出来，等完全释放完了之后，我们才能进去住人。不然里面是甲苯和2甲苯，这可是会伤害脑神经的。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如果长期吸入甲苯，就会造成痴呆、丧失记忆，甚至会造成精神错乱，这些都是很严重的中毒。但是在加拿大呢，我们室内都是用水性漆，它唯一可能释放的有毒化学物质就是甲醛。甲醛呢，其实就是福马林，放在油漆当中主要的作用也就是防腐，还有充当一些界面活性剂的作用。因为有一些细菌会去分解水性油漆，所以加拿大的油漆如果没有用完，放久了它还是会发臭的。早期呢，我们还找不到更好的成分，只能在油漆当中添加甲醛来防腐。但是在现在抗菌材料越来越发达的今天，油漆当中添加甲醛的含量也渐渐变少了，甚至开始有了第一家的油漆公司。那这家油漆公司其实就是 Benjamin Moore， 他推出了零甲醛的油漆。之后呢，基于商业竞争的原则，每一家的大厂牌油漆都开始做零甲醛的油漆。所以呢，现在在加拿大买室内漆，大多数都是零甲醛漆。不过呢，加拿大的油漆都是现场调色的，加进去的色母色浆，它还是可能会添加一些甲醛。不过呢，在一桶油漆里面所添加的色母色浆，也就大概只有30到50cc， 那甲醛的含量基本上就是非常少了。在装修完成之后，基本也都已经挥发完了。所以呢，在加拿大室内刷油漆是不用考虑开窗散气这个问题的，装修完就直接可以住人了。甚至如果你用一些更高品质的油漆，它都是标榜完全无毒的。如果您对气味比较敏感，有些牌子的室内漆味道是比较不好闻的，比如说像是贝尔的油漆，就会有一些阿莫尼亚的味道。这些味道可能会在装修完1到2周才能完全消失。如果您防止着急着入住，可以针对油漆的味道来选择油漆。不过话说回来啦，味道并不等于毒性，加拿大的油漆在安全上其实都是不用担心的。相信有些油漆师傅会跟您讲，我们刷油漆要一底二面，这个说法真是好传统啊。一底二面就是先刷一层底漆，然后呢再刷2层面漆。在台湾，在中国，我想大多数的师傅都还是遵守这个原则。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白底漆真正的功用是什么。大家有一种误解，就是先刷一层底漆是把原来的颜色覆盖掉，新的颜色才会好上。其实这完全是不正确的。底漆其实不是拿来盖颜色用的，而是为了帮助墙壁表面固化。我们以加拿大的墙来说，加拿大的墙板叫做 drywall， 它主要的成分就是细酸盖板，但因为有保暖的需要，我们在细酸盖板的正面以及背面贴上了厚纸板，所以加拿大墙的表面其实是一层纸。我们在纸上刷漆，如果不做任何的处理，那我们涂上这层涂料，我们跟水彩又有什么区别？只要一遇到水汽就掉色了，而且呢，纸张吸了水性的涂料还会变得毛毛的，这样漆面也会不好看。我们为了避免这些问题，我们就会在新做的 drywall 上面先涂上一层 PVA 树脂。这个 PVA 呢，就是我们小时候做劳作使用的白胶。纸面上先吸了一层 PVA， 这样就会让表面硬化防水。这层的树脂也会增加油漆的附着度。现在呢，在底漆中我们还会添加细酸钾，这是一种对人体无毒的稳定化合物，但是呢，霉菌和细菌很怕这个东西，所以呢，它可以防霉。这样说来，底漆根本不是拿来盖色的，
它是拿来增加油漆寿命、耐水和防霉的。那什么时候要刷底漆呢？其实只有在新做好的墙面才需要刷底漆。如果这个墙壁上已经刷过油漆了，只是要再改颜色，那其实不用再刷一层底漆。而且就算你再多刷一层，这层新刷上去的底漆也没办法再吸收到灰板里面，根本发挥不了作用。我们在加拿大刷油漆，不论你是浅色盖深色还是深色盖浅色，只要刷2层的面漆就能盖色，这和刷不刷底漆完全没有关系。所以呢，如果你在听到装修师傅跟你讲一底2面，那你要特别的小心。这个装修师傅恐怕是刚从国内来的，或是刚从台湾来的，他对加拿大的油漆其实并不太了解，也可能呢是刚入行，专业知识不足，只能道听途说。不管是哪种状况，这都很难让人放心，您说是吗？因为影片时长的关系，这一集的影片我们就先聊到这边。经营这个装修频道呢，小李哥是真心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了解在加拿大装修的专业知识。在网络上呢，有太多的自媒体都在炒作装修踩坑的经历。小李哥想说的是，在社会上的各行各业中都有老鼠屎，但是呢，大多数的装修师傅都还是认真负责的。有些不好的师傅，其实我们在咨询装修的时候就能够分辨出来。除了听其言观其行，专业知识才是最重要的判断标准。希望小李哥的影片可以帮助大家装修顺利不踩坑。如果呢你有任何的装修问题，也欢迎您在下方留言和小李哥讨论。您的留言小李哥都会亲自的回复哦。最后祝您平安喜乐，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喽，拜拜。